他每晚都会梦游，每次醒来都出现在不同的地方。虽然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，但这30年来的梦游从未对他的生活造成影响。直至这天醒来，发现双手沾满血迹，而且还抹得全身都是，地上还放着一把带血的刀。杰克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而此时外面还有人疯狂敲门。打开房门一看，院子里居然站着一名警察，而这一切还得从40天前开始说起。这晚他在酒吧玩到很晚，本想着让兄弟来接自己，但兄弟睡着了，只好让兄弟的老婆安娜来接。安娜跟他是发小，所以他并没有觉得不好意思，只不过他在途中就睡着了。醒来时发现自己蜷缩在车里，车子还停在老爸的墓地旁。杰克本以为只是跟往常一样，是一次普普通通的梦游，没想到回家竟看见安娜躺在床上，床单上还有一些红色的东西。杰克害怕极了，该不会自己杀了安娜吧？原来红色的东西是草莓酱。杰克问昨晚发生了什么，安娜笑嘻嘻地看着他，难道你忘记了吗？昨晚做了一顿饭。杰克立马退了一步，解释自己其实从小就梦游，昨晚的事是他梦游的时候干的。安娜表现得很失落，杰克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静静地走出了房间。他觉得最近梦游干的事越来越离谱，想找医生看看有没有办法睡个好觉。医生听了他的经历也感到很惊讶，居然还有人在梦游的时候游泳，便开了点特效药给他。杰克觉得这还不够，一定是以往的生活接触太多女人导致，他决心要改掉这种生活，所以拒绝了兄弟长毛的邀请。下班后参加集体活动，跟陌生人诉说自己的苦恼，怎料长毛还是没放过他，推开家门居然有一群美女为他庆生。安娜因为没空过来，也特地打电话给长毛，让他转告杰克生日快乐。大家送了很多礼物，长毛和安娜送了一盒游戏卡，还有一张他们婚礼上的合照。但诡异的是，居然有人送了把刀，问是哪位送的，大家却你看我我看你，没有人做出回应。客人们回家后，杰克收拾好礼物，发现那把刀的礼盒里有一张购物单，抽屉里还放着一张一模一样的蓝色包装纸。难不成这是自己送给自己的吗？可他完全不记得有这回事，想到可能是梦游的原因，也就没有太在意。吃过医生开的药后，他对着合照画了一幅素描，画着画着便睡了过去。隔天醒来便是开头的那一幕，双手和身上沾满血迹，地上放着昨晚收到的那把刀，而且被染红了。杰克发现敲门的是警察，连忙将刀藏在被窝里，擦了擦上身，换上一件外套，才去开门面对警察。警察说昨晚你这有人报警，但是没有说话。杰克说我没有报警，我一个人住的，应该是搞错了吧。为了履行职责，警察还是进去巡视了一下。杰克猛然发现电话上有血迹，吓得抱紧双手，假装镇定地走到电话旁边，趁警察不注意，转身遮挡住电话，说可能是我昨晚想打411查号码，不小心打到了报警电话吧。好在警方没翻他的床，聊了2句便离开了这里。为了弄明白梦游时干了什么，这晚他在客厅架起录像机，房门也用椅子顶住。深夜他梦见一个戴着红色面具的人，还在倒影里看到了去世的父亲。醒来后还躺在床上，椅子没有被移开，本以为自己没有出去闹事，却不曾想床头放着的素描画里，安娜的脸变成了骷髅，双脚沾满泥巴，录像带更是被砸得稀碎。出门时还发现门口有几滴血，血迹一直延伸到他的车旁。起初他以为车尾箱藏着什么，打开却只是篮球一个。直至上班的时候，长毛愁眉苦脸地走进来，说安娜失踪了。最后一次见她是杰克生日那晚派对过后，那晚安娜接到妹妹电话，就匆忙去了陪妹妹。可长毛找过安妹，安妹说没有找过姐姐。长毛让杰克请假陪他去找安娜，刚起身警察就找了过来。他们在公园发现一具尸体，可能是安娜，需要长毛到现场确认一下。心神不宁的杰克偷偷来到公园，但现场被封锁了，根本看不到是不是安娜。恰好有一位刚认识的记者朋友在现场，记者答应他如果有消息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他。回到家，杰克越想越担心，他害怕自己杀了安娜，将家里的所有道具打包扔掉。至于生日收到的那把刀，他将其藏到了泳池底部的排水孔里面。事后他找到长毛确认，果然公园的尸体是安娜。见兄弟这么伤心，他想陪着兄弟，可长毛说你还有那个疗愈聚会，这个对你也很重要，我有家人陪就行了。就这样，杰克带着既伤心又恐慌的心情参加聚会。意外的是，在聚会上遇见了一位美女丽莎，丽莎似乎对他有意思，有进一步交友的打算。为了梦游时不再乱跑，杰克索性将自己铐在床上，然后让记者拿走钥匙，明天早上再来帮他解开。这晚他确实没有乱跑，但梦见了老爸和那个蒙面人，以及小时候在家里藏了点东西。他觉得最近发生的事一定跟这个梦有关，便回到老房子找母亲。可母亲对他很冷淡，既不让他进屋，也不肯告诉他关于父亲的事，更不关心他最近发生的事。不过杰克知道备用钥匙藏在哪，等母亲走后，他悄悄进了屋。这么多年没回来，家里还是跟以前一样，让他想起了很多和父亲相处的场景，以及父亲葬礼那天，母亲一改以往温和的态度，变得十分冷淡，连一个安慰的拥抱也没给他。不过奇怪的是，母亲这么讨厌他，还是将他的房间保留了以前的摆设，就像他从未长大，从未离开过这个家。杰克在梦到的那个地方找到了藏起来的盒子，盒子里有一条项链和一封信。回到家后，
杰克本想跟记者说这件事，怎料还没开口，警察就找上门，二话不说将他扣押了起来。本以为是安娜的死要抓他，却不曾想原来是母亲指控他擅闯民宅偷东西。杰克只好坦白偷的东西在口袋里。警察翻开信封 Dad, I love you so for the rest of the page. But the rest is torn off. What else did it say? I don't remember. It was like that when I found it. 这封信显然是小男孩对父亲表达的爱，而且母亲也说家里没这个东西。警察当即放了杰克。晚上，杰克请聚会上认识的丽莎过来吃饭。其实他不是想跟丽莎恋爱，而是因为丽莎是医生。他跟丽莎坦白自己有梦游症，最近家里出现很多血迹，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，想给一份样本丽莎回去查查。话说到这，丽莎接到医院通知，要立即赶回去。恰好此时邻居的女记者也找上门，问她今晚是不是也要上手铐。 Oh, hey, good to meet you. Are you going to put the handcuffs on him? 丽莎以为这两人搞什么花样，对杰克的好感瞬间消失。杰克支走了记者后跟丽莎解释，其实是担心自己梦游跑出去伤人，这就是找他检验样本的原因。见杰克这副苦恼的样子，丽莎觉得他是信任自己才会坦白，便答应帮他检验样本，走之前还顺便帮忙铐上手铐。时间来到隔天下午，检验结果出来了，刀上的血和杰克的血型不匹配。杰克想要回那份样本，丽莎却问他，你觉得这些血迹从哪来的？还死活不肯归还样本。原来他在杰克家看到了安娜的照片，还有新闻上的报道，样本被他拿去做基因检测了。丽莎还在抽屉藏了录音机，试图引导杰克说出真相，可杰克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干，并没有承认自己杀了安娜。时间来到葬礼当天，记者带来一个好消息，他那天在现场拍到了丽莎。直至到葬礼上，他才知道，原来丽莎是安娜的妹妹。他早就知道杰克和安娜之间的事，也知道杰克有梦游症，接近他只不过是为了查出真相。 Results back tomorrow and we'll see if my hunch was right. I would never hurt Anne. Tomorrow we'll know the truth. 晚上，杰克自己铐上锁扣，将钥匙丢到了角落，殊不知醒来后双手竟解放了，床也移到了另一边。他担心自己梦游时杀了丽莎，连忙打过去诊所，可丽莎办公室的座机一直没人接。接着他又打给记者，确认记者没事后才放心了些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自己后背有一个大大的血印。而就在他穿衣服时，衣橱里传来滴滴的手机铃声。打开门一看，丽莎的包居然在这，下面还压着一本打开的书，上面圈着一句话：我犯了罪，让无辜的人流血。杰克根据证件上的地址找到丽莎家，没想到里面拖了一地的血。丽莎捂着肚子倒在地上，正当他不知如何是好时，丽莎突然醒了过来。杰克连忙找来浴巾。 Who did this? Gwen, who did this? Was it me? Was it me? I need some help here! We have a code blue. 丽莎被送进手术台后，杰克到医院的花店买了个花篮。结账的单据突然让他想到了什么，怎么跟那把刀的单据这么像？收银老太说丽莎医生太可怜了，姐姐刚走她又出事了。杰克问老太，你认识安娜吗？老太说谈不上认识，但是她被杀那天跟丈夫来过这买东西，他们当时很高兴，因为他们备孕很长时间都没怀上，那天查出来怀上了。杰克还留意到店里的礼品，蓝色包装纸还有游戏礼盒，难不成那把刀是长毛送的？他打给长毛想当面谈谈，长毛竟约他到他父亲的坟前聊。事情发展到这，杰克已经有了些头绪，他打给记者，让记者帮他从泳池里找出那把刀。来到父亲的墓地，长毛开门见山说，警方发现安娜的尸体之前，在你父亲的墓地旁边发现了他的背包，他的死一定跟你有关。杰克也不跟他拐弯抹角，是你发现了她怀孕，但是你不行，你知道孩子不是你的，所以你杀了她，还要将物证放进我家里。生日那晚他根本没打给你，对吧？因为他已经死了，你只是想让我以为他还活着。 I hid that knife in a place I could never get it while I was sleepwalking. 话音刚落，记者发来信息，说没在泳池里找到那把刀。杰克一时慌了神，难道凶手真的是自己？梦游的时候又把刀拿走了？在长毛再三逼问下，杰克承认了他跟安娜的事，但不确定是不是他杀了安娜。 Get in my car, we're going to the police. No, I'm sorry. 杰克回到母亲家，不顾母亲的阻拦，执意要找到那节被撕掉的信。实在没办法，母亲绝望地看着相框，原来那节信藏在相框背后。 Please stop hurting Mom. Love, Marcus. 原来在他小的时候，父亲总是明目张胆带不同女人回家。年幼的杰克目睹了这一切，所以才会对父亲写下这封信。这天，他看到外来的女人弄掉了母亲的项链，拉着父亲连连说不要再伤害母亲了。父亲却让他少管大人的事。原来父亲是这样死掉的，可杰克从来没有这段记忆，直至母亲告诉他真相。原来母亲当晚回来，发现丈夫死在走廊，旁边还有杰克撕下的半截信。母亲回到房，发现杰克手掌沾有血迹。What's wrong?
What happened to your father?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? You don't remember anything? I'm just sleeping. Are you okay? I want you to go back to sleep. Go back to sleep. 后来母亲帮他擦掉了手上的血迹，为了保护杰克，他将这个秘密保守了20几年。杰克长大了又担心他知道真相，才狠心的将他赶出家门。杰克来到丽莎床边连连道歉，看到你醒过来就好，我一会就去自首。可丽莎并没有说袭击自己的人是杰克，因为没看到脸，只知道那个人穿红夹克，不过也不重要了。杰克认为就是自己干的。临别时他吻了丽莎的额头。 What happened to your chin? When he punched me. Caused some damage. 可杰克从来不用手表，他问丽莎是不是银色的手表，因为长毛的手表就是银色的。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，杰克当即打给了警察，却殊不知长毛从身后袭击了他。待他醒来时，手上又拿着那把刀，而且长毛还倒在客厅。一旁的电话传出警方接线员的声音。杰克想悄悄逃走，但长毛却突然醒了过来。长毛说警察要来了，这里到处都是证据，这次你休想逃出去。杰克说我知道是你，丽莎下巴的伤就是你的手表弄的。吓得长毛连忙卸下了手表。念在朋友一场，杰克没有伤害长毛，只是拿起电话打算报警。殊不知长毛突然冲了出来，杰克用力将刀甩在地上，然后踢下水池。他由始至终都没打算伤害长毛，反而任由长毛对自己拳打脚踢。此时不远处传来警笛声。 Well, you're not gonna win this one. No! 杰克率先拿到了刀，而正当他想反击长毛时，猛然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，不能再因为一时冲动害人了。于是他将刀甩回到了岸上。长毛连忙冲回去拿刀，但是太迟了，警察已经冲了进来。见无路可退，长毛举刀刺向了腹部。 No!